跟我们刚才点到3个全放上去，对，那朱元就没得选了。还有就是在老虎这个英雄上面的话，我觉得 AG 其实也是可以高位去考虑给冉翔拿下的。来看一下吧，双方的决胜局，蓝色方成都 H1和红色方长沙滔博。AG 应该是盾山加鲁班大师，滔博应该是沈梦溪搬到底了。搬个沈梦溪，然后搬个空空尔。AG 2个用过的体系，滔博没搬空，搬了苏丽，搬了苏丽。世上无人成功之事。AG 不急着选，先拿个吃叉。反正对面已经用过了。然后加上蓝上把的敖鹰也用了，所以这把吃叉的话，它摇摆上面打起来比较舒服。环境挺好的，对，对线环境很好。滔博也没有狂铁了，是的，没狂铁，没敖鹰。看样子也要来一把真香啊！红月最多情，太乙加公孙离，对的。那 AG 有戈亚，可以对位打。但这样的话，就看一下他吃叉放什么位置。绝望挥剑，如逝者为卡。凯加邵思源、凯加朵莉亚都有。习惯就好。凯加邵思源。射手先不出，就是想让这吃叉先摇摆着。对。但是这样会导致于戈亚这个点，滔博会给他搬掉的。来个4空阵。不过如果说戈亚被搬了，射手的话，小月还有手仓。对，还有仓，仓应该也要被搬，可能是一个戈亚加仓全搬的情况。先搬手戈亚 ，AG 感觉也可以再继续针对疏远的野河搬一下。哦，先搬西施。这个阵容 AG 该这么想的，因为滔博他的双边都是经济点，对，然后游走又是个太乙，所以这一局你从正常的一个阵容的搭建上面，滔博的打野应该是一个坦野。坦野放在外面，现在还有一个圆坦，他们没用过，对吧？对，还有一个圆坦可以用，有一个圆坦，还有一个打凯中期很好用的阿库朵，哎对，以及大司命。确实，大司命现在还在外面。AG 搬了3个中单，一个开团点，一个消耗点，一个现权点。那警示的英雄池上面来讲的话，还有个安琪拉，有安琪拉，有火舞。对，火舞其实也是。魔法为我而存在。安琪拉的话，这把他是可以和太乙去接康莫链的，因为这把他们搭到的是一个公孙离，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各自为战的组合。继续给树源来一个 counter win。怎么感觉这下如果是 counter win 的话，有一种要豁出去继续拿野河的感觉。豁出去继续拿野河，确实他们现在经济点很多啊。AG 影拿出来，那这样应该就是一个双边的阵容。中单位置要拿一些有金线能力、压线能力的。湮灭在美梦里。海月，哇，这首海月有点绝杀。怎么说？这海月你在第5局，而且在 AG 的这最后一手亮出来，团战又能盯4空阵进场，然后前期拼线权也厉害，打龙团也狠，还能盯一手野河。那滔博拿个老虎，拿个老虎的话跑图带节奏。两边这一把的话，在最后的2轮，我觉得选完了以后，滔博这边他是有进攻压力的。他的老虎加上安琪拉，其实他们都是这种点控，然后提速率打爆发，不断的想去造 AG 的持续掉点来获得自己前期优势的。但 AG 这套阵容的话呢，因为他有少虽然加上凯，中单位就是一个海月，其实不是很害怕在前期和滔博去打对抗，很扎实这阵容。对，这阵容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海月他只要先手，哪怕真拉不到老虎或者拉不到4空阵，你把太乙拉了，然后凯往前面一顶，滔博也没人敢来接。确实，主要是他在外面抢地盘的那个点也那几个太厉害了。是的，而且他可以去把随便任何的一个人拉走了以后，其实吃叉和影他相当于是一个双进场，他只要把这个团战开起来，感觉 AG 他在外面的阵型会更加好摆一些。
所以这也会给到滔博压力啊。他们一定是不希望说出现这种5-5的对抗画面的。滔博这套阵容它强的地方在哪里？在于它老虎整体的跑线能力，然后包括它在双边前期的一个对线能力上面。 都是比较不错的。是的，要把这个点发挥出来，而且对，要把安琪拉在前期爆发高的一个特点给它打出来，来跟太乙真人这边多打配合。多去打这种点控的 combo 链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够围绕着这一点，让滔博在双边线上面去起到一些节奏。这把滔博是有一定的一个进攻压力的。 不过两边这把感觉是要开始拼手法了，这局要打的，对，尤其是那种资源点，资源点的团战 ，AG 只要有海月有提前量先落位的话，打个先手，然后 AG 人靠过来，这个团战会很好打。这个提前量其实对于小凡来说，就有点像回归到他第1局嫦娥的那个思路一样，是的，对吧？你要把自己的节奏走得很干净，你要以最短的路线去支援到自己的这个资源点队友的身边。 他这把海月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环了，而同样这一小分对于双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今天晚上确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，对于这些选手来说，然后包括星河也是轮换上场。目前他和队伍的话呢，展现出来一种新的进攻风貌。那在这一点上也是来到了赛点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完成时隔1000多天去战胜 AG， 帮助自己进入到 A 组，还是说 AG 最后在赛点局获得胜利，让自己锁定到 A 组。进入比赛，蓝色方成都 AG 超会，红色方长沙滔博。我是解说一炫，我是解说黄超。 离火熄我身，抢了波中右草，老虎打了个先手。公孙离是换中过来，跟着打野和辅助一起抢线，这是要进野区，对，要拿个山很主豪动啊，反了一个大的山豪。然后 AG 这边做的是一个双边的换线，让赤塔是对到了一手司空阵，开狂暴点2下。 大帅的闪现没打出来，女人神，小鱼这个时候也是拿到线权赶过来了，是的，就想要把这个山豪给返回来。对，但被公孙离一个2技能把大的给拿到了，小鱼则是把一个小的一个2技能给他收了。下路的红隼的话呢，则是轩辕这边控到的，看一下上路的空间之灵了。所往必其实。这线不敢清了。 太乙和公孙离在往上靠，老虎也要出野区。这时候冉翔先到，还差一个兵到4级，太乙先动手了，控一手。太乙2技能控的还不错，星河是直接横插过来2闪开啊，都很主动。少司源上去踩一脚，然后凯这边开了一个大招，互相顶一波前排。老虎这个位置状态被下的有点低了 ，AG 还是把这个视野给站住了。太乙还是有想法。 没舔到，而且吃到了一手减速。那这波滔博就要走了。被消耗的有点多了。是的，被小鱼吃差，其实耗的挺多血的。是的，一直在用兵线叠自己弓形态，叠起弓形态就用2技能打一波，不断的消耗。不过现在轩辕的发育还不错，因为他刚刚到中路还来补了一波线，下路当时的资源点也是他控的更多。 看到目前组内的实时积分，简单来说就是这一小局谁获胜，谁就能够锁定 A 组。吴焕不敢跟小鱼拼啊 ，AG 是有线权的。是的，而且海月有大招了，哎，还可以卡个兵。嗯，安琪拉把劣质给收下了。 但上路的话也确实卡了吴焕一个兵。小鱼现在跟吴焕对线的话，这对位领先了300块钱。而如果一会儿再把轩辕换上去的话，轩辕更是领先了500块。因为他吃的还是发育路的钱。对。不过这也变得就滔博这一方懒安的经济是很高的。是的。还有舒元，这个裸大红刀的裴擒虎，经济领跑。同样，他的思路还是加快自己整体的刷钱速率。 永不妥协。感觉接下来这个4分钟龙团很看双方的层次啊，
右边滔博他的一个爆发肯定是更高的，但是 AG 这边他的拆火能力又足够，所以这个4分钟龙团感觉两边都能接。老虎这个经济打4分钟龙团，如果是大收割位进场的话，很恐怖。但你看警示的动向，滔博想做别的事情，往上来了，海月先把人给带进去，等赤煞过来，同时安琪拉守在了外面。 看谁的支援先到，里面是杀不了的，要看外面。太乙绕过来了，从后面直接舔炸给到接老虎咬进去，第一滴血到手把他给秒掉了。正面还能再继续接，在哪儿？但是凯过来开了一个大招，卡住这边2个人，赤煞这波伤害也拉得很满。太乙这边赶紧做了一波拆火，同时安琪拉这个2技能的话也是控到这边的凯。这波小凡呢先手定战场，然后让队友过来，想法是挺好，但是滔博他因为是个老虎先到的。 裴金虎是先到，凯那个时候在老虎快到的时候才从中路慢慢的上去，跑图实在是太慢了，再加上在出来的位置上，滔博他这里4公这是留了个大招出来的，对，然后星河和警狮的一波 combo， 直接造成了一波瞬间击杀。就支援能力上面，老虎跑图速度快，然后星河的太乙又是一个疾跑鞋，去炸在等龙的话，滔博已经直接 rush 掉了。 老虎已经对位领先1000块了。这也是我们说到滔博他有进攻压力，这是其一，还有就是通过老虎这个点能不能打开节奏嘛？这个时候我们看滔博的人已经到了，但是凯还走到一半，少思源第一时间就吃个 combo 死了。是的，然后小凡也被追死。你剩下队友死完，凯过来也没什么用了。哎，这波吃了个复活，站起来没有能够成功，两边打了一波1换1。 从上打到下路啊！小鱼和警狮互换了。但这样压不住舒媛的发育。对，老虎节奏一直很顺，5000了，有点快，现在才5分半。分均经济这把又很高啊，快1000了，这个分均很夸张。如果再打一波让滔博打赢了，那老虎的经济真要到分均1000了。 而且这把他们还有太乙在，基本上滔博打的都是中野辅的联动节奏。往中挤，海月在上路漏了。这波滔博家里有资源，不会急着打，先把资源全拿，下路还有线可以给老虎吃一口。 两边其实现在养的点不一样，滔博这边就是养舒媛的老虎，而 AG 这边则是在养自己的双边。对，让渲染和小鱼的经济提得高一点。对，这样打团后手进场才会有威胁。这波红有点想法，先把中线截了，但这样的话转红区就来不及了。大帅赶紧先过去卡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效果，但是还是被舒媛给守下来。再转上，线已经推进去了。 冉翔空 A 过墙，然后大招和对面互换了波技能，两边都在频繁的转图、切图。但这样压不住老虎。再过一会儿要领先2000了。这个对位经济还是蛮吓人的。对，老虎对位凯士已经过2000了，都快过2500了。 后带的一波镜像线，但是渲染这波带的更深，下路的2塔可以磨一下。队友过来帮忙卡人，司空震守不了这个塔了。少思源直接一脚踩进去，踩出了一手司空震的大招。司空震想反打的意思，但是小鱼直接带着红 buff 顶进去和司空震对 A， 哇，这个打招伤害还是很理想的。但是对面太乙要过来了，直接被凯给卡住了一个身位，反而是正面自己的队友稍微有点脱节，渲染赶紧交了一个闪现撤出来。 都在消耗，海月把人给拉进去，在里面看看能不能够完成击杀，杀掉了。但自己出来了以后，感觉也是要被对面给守一下。老虎这波是倒在里面了，赤符站起来被守尸了。这波老虎后续急了，想扑进去收残血，但小凡他这个海月拉得很好，是把一个残血公孙离给拉进去了。是的。 而且在后续的话 ，AG 状态保持住，还有做事情的能力。先转中压波状态，但是安琪拉这一套直接精准命中到了渲染，213接太乙秒掉了。这波警狮他的一个非常高的技能命中率，是把 AG 刚要起的一波势头给他浇灭了。对，就当时 AG 的
理想节奏一定是控中再转红，但现在红反而是被对面给禁了。不过冉翔倒是一个成绩，把红 buff 拿回来了。这样一来，两边感觉又是一个均势的局面了。老虎目前依旧是全场的最高经济。 再让海月出理一波边线，补充点经济。没错 ，AG 现在是4个经济点全都到达了5000，快6000的一个局里面。而滔博这里的话，其实就是老虎一个高经济点，然后四公正和公孙离这2个经济点现在也很能打。大帅的兵甲率先做了出来。 这把两边的中路多吃一点钱都是有击杀能力的。想控这个蓝 buff， 是的，凯优先过去把位置站住。滔博也很敢顶，轩然先进场打了一下对面的一手太乙，侧面公孙离找环境点2下，点凯有点顶不动。决定你能成为谁。凯大招的话还有20来秒好。 这波是把安琪拉闪现给逼了，那滔博趁机先把中线给截了，把中线送过去，甚至要给一塔一些压力，磨一下，磨到半血。下路海月加上影，有点想抓司空阵，海月闪现过去，把人给带走了。在里面第一时间应该是秒不掉的，还是要看外面。里面就互相拉扯。是的，要看外面的一个战场。 凯一个人顶住了对面4个人落地之后，开了一个反甲，司空阵想往后做一波拉扯，但是吃了一个复活，对面要集火他站起来，直接打了一波手势，但是安琪拉这波2技能也是把对面的吃叉打到了一个4血，小鱼交了一波闪现往后走，最后打成了一波0换2。轩然有点猛啊！哇，这波团战就是在龙点前 ，AG 想在下路完成一波对于司空阵的单抓，就是固定战场，然后打起来。 打出他们那种海月，只要拉一个人，然后 AG 过来，他的一个双边，加个凯往人群里面冲的时候，滔博是顶不住的。确实，你看到刚刚的这个画面了，影加上吃叉，一个左吃叉右影的，这2伤害往人群里面打，滔博那些小脆皮没一个扛得住，就不敢站在前面，没人扛得住。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波团，看到吴焕交了个1技能清线，然后小凡非常果断的闪现过去，然后把战场定住。对。 外面就是互相追赶，然后轩冉从右边横插过去，卡住人，然后再回头配合队友打司空阵，先秒走司空阵，然后这边又打起来了。海月又一个先手，又是司空阵，这波司空阵是没大了，在里面。再看外面，凯一个人卡住了对面4个人，要守出来的这个点找到的就是司空阵，上旋给一脚直接踹死，引开了一个大招卡在前面，卡住对面3个，上旋过去再踩一脚，小鱼完成了之后把公孙离给秒了，上路还有线，0换3，对面只有中野还活着，安琪拉一套，但是没有办法去清这个兵线啊，人被卡住了，要送线进去，这是双方赛点。 兵线进去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比2战胜长沙滔博，确定自己在第2轮可以锁到 A 组。